囚车上，男人想用一本书换他的三明治，因为他实在太饿了，但尤恩并不想换。战争年代，有吃的比他更可靠，男人只能苦苦哀求，尤恩才答应只给他半个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他用半个三明治换来的书竟救下了自己。他们被带到郊外准备处决，士兵让所有人站成一排，可还没等他们开枪，就有人倒下，这可把他们给逗笑了。两人用脚把他扶弄起来，他大声地喊着自己不是犹太人，跪在地上，他说自己是波斯人，但士兵并不相信，只是觉得他想逃。就在准备开枪时，被一个士兵拦下，因为他们的长官正在找波斯人。为了让他们相信，尤恩又拿出刚才换来的波斯书，之后他被带了回去。长官克劳斯问他是不是波斯人，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又随即说了几个词，让他用波斯语翻译，都被他一本正经地糊弄过去了。长官有些将信将疑，因为他不懂波斯语。他警告尤恩，如果敢骗他会很惨。之后让尤恩明天去厨房工作，收工后过来教他波斯语，暂时让他逃过了一劫。但要教波斯语他根本不会，为了活命他只能想办法，于是开始瞎编乱造一些词语。在厨房他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胡说，只要是能看到的他都编成波斯语。盘子叫鲁特，叉子叫他卡尔斯，勺子叫他巴拉。晚上尤恩过来上课，长官告诉他，他一天学4个单词，一个星期就是24个，那一年就是1152个。等战争结束，他要去德黑兰开个餐厅。上课前他再次警告尤恩，如果假装成波斯人被他发现，就杀了他。尤恩把今天在厨房学到的单词全部交给了长官，在这里他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因为错误而丢掉性命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他需要将今天这些词都背下来。回到宿舍，蒙在被子里，他开始说一些听不懂的语言。这天因为助理的字迹太差，长官解除了他登记信息的工作。之后他又叫来尤恩，要求从原来每天4个单词增加到每天40个，并且让他代替信息抄录工作。突然的变动让尤恩非常头疼，这么多的单词他不仅要编出来，还要记住。女助理因为职务被解除，找男友拜尔抱怨，他们把责任都怪在尤恩身上。于是拜尔向长官告状，说尤恩在骗他，这让克劳斯很是生气，他相信自己的眼光。第二天，尤恩再到厨房垃圾，看押他的士兵将他送出门，然后故意离开，给他制造逃跑的机会，目的就是想要处决他的罪名。趁看守没有注意，他跑进了森林，但没跑多远，被一个老兵拦下。男人刻意记下2840个囚犯的名字，并且用这些名字瞎编了一种语言，而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。这天趁看守没有注意，他想逃走，跑进了森林，但没跑多远被一个老兵拦下。他告诉尤恩这里出不去的，森林一边是沼泽，而另一边是雷区。尤恩马上明白了，这是他们设的圈套，只能悄悄地跑回去。看着尤恩没有逃跑，拜尔有些失望。长官将尤恩带到办公室，让他登记囚犯信息。看着名字，他突然有了想法，如果将名字删减重组的话，这样不仅好记，而且单词不用去想。用这种方法，他很快编写出了那40个单词。之后他也会刻意去记这些囚犯的名字，每次打饭时他都会熟悉每一个人。这天部队安排集体出游，尤恩作为厨师帮手一起外出。长官突然问他书的波斯语怎么读，他随口说出了拉芝。克劳斯脸色大变，因为他以前教过的拉芝是面包。长官觉得自己被骗了，一股怒火瞬间爆发。长官没有杀尤恩，他让人安排明天送他去采石场工作，并嘱咐他要好好收拾尤恩。在采石场，他被士兵毒打，最终因为受伤没能坚持下来，尤恩昏倒被送回营房。因为精神长期高度紧张，尤恩在昏迷期间嘴里还不停地背着那些编出来的波斯语。2个士兵没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，他们只能叫来长官。现在他非常确信尤恩就是波斯人。之后长官安排送他去了医院，等伤势痊愈后，尤恩继续给长官上课。他现在已经教会了长官大约1500个单词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他还会用波斯语跟长官对话，有时长官还会用波斯语写诗，然后读给尤恩听，让他评价。因为是克劳斯的波斯老师，尤恩在集中营的日子并没有很苦，长官每天还会给他送来好吃的，并承诺尤恩等战争结束会放他走。第二天，一批囚犯要被转移，这些人多半会被处决，而尤恩因为长官的关照留了下来。等回来后，他在地上捡到一个娃娃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阿维瓦，这是他在这里记下的最后一个名字。夜里有一批新的囚犯被送过来，而他们当中除了犹太人，还有真的波斯人。这让拜尔找到了机会，他一直不相信尤恩，想要除掉他。恰好这一幕被2个路过的狱友看见，拜尔来到厨房说他找到了一个波斯人。尤恩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，拜尔怒气冲冲将尤恩拽到营房，他找到刚才那个波斯人。就在尤恩觉得一切都完了的时候，男人在集中营待了2年，为了活命，他用囚犯的名字瞎编了一套波斯语，而在这之前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
这天，集中营来了一个真的波斯人。就在事情快要败露的时候，贝尔翻过他的身体，却发现他已经死了。眼看没有得逞，贝尔将怒气发泄在尤恩身上。他觉得是尤恩暗中搞的鬼。原来就在前几天，营房的一对意大利兄弟被看守打成重伤，尤恩将长官送他的牛肉罐头带给了他们。为了报恩，兄弟俩帮尤恩杀了这个波斯人。随着前方战事的不断推进，德军慢慢处于战败趋势。他们明天又要转移一批战俘。夜里，长官告诉尤恩，明天会放他走。回到营房后，他找到那个意大利人，因为兄弟俩为了帮尤恩，个个被杀。尤恩跟他交换了衣服，替他转移，而让他冒充自己离开集中营。但没走多远，被长官发现，他追了上去，从队伍里揪出了尤恩。很快，美军的炮声已经攻打过来，他们要从集中营紧急撤离。临走前，需要处理掉剩下的囚犯，重要的文件也要集中销毁。而长官克劳斯也在收拾东西，准备逃离。他跑来营房找到尤恩，带着他一起离开了集中营。来到森林，他们就此分道扬镳。长官要前往10公里外的机场，他递给工作人员护照，用自己学的波斯语跟他们交流，但这里没人能听懂，工作人员只能找来同事。他不停地重复自己的波斯语，却根本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。2年下来，他跟尤恩学会了只有他们之间自己才能听懂的语言。他恍然大悟，才知道自己被骗。他想逃跑，被机场安保人员扣押了。这是发生在2战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，而电影也是由真实故事改编的。在集中营的700多天里，尤恩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因为错误而丢掉性命，而强大的求生欲让他想尽办法瞒天过海。2年的时间里，他教会了克劳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波斯语。当尤恩被盟军救下时，他能清楚地知道集中营关押了大约3万人。在教波斯语期间，他还记下了2840个囚犯的名字。长官难以置信，用英文这根本做不到。当他报出这些人的姓名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尤恩，他不禁地落下眼泪，因为这些人当中，他知道名字的和不知道名字的都已经不在了。一场战争带来的毁灭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能活下来的幸运儿却寥寥无几。对于尤恩来说，他是幸运的，也是不幸的。